亲爱的观众老爷们，大家好呀！我是你朝思暮想的前女友，什么加油小可爱说我挖坑不填，那绝对不能够呀！今天就把狂赌支援的大结局补给你们。那个点赞投币啊，是不是该安排啦？上回说到斗圣田正式上线，公共财产游戏也是一触即发。简单回顾一下赌法，每个人每局都有5枚硬币，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投放税金或是私财。私财呢将作为个人财产，税金将会翻倍之后平分给所有人。5局过后可以通过投票淘汰一名玩家，当有人硬币达到40时，游戏即为结束。根据硬币数量的排名获得相应的报酬。那么第一局开始，孟子建议每个回合把5枚硬币全都投进税金，这样到最后每个人都能拿到40枚硬币，每个人都是第一，皆大欢喜。黄音乐第一个进入房间，米拉第2，孟子第3，然后就是小慈和斗生田。投币结束后，5个人如果按照约定同时投放5枚的话，税金应该是25枚，结果只有20枚，也就是有人没有遵守约定投币。这个人究竟是谁呢？信任危机真是说来就来。米拉提议用小皮鞭挨个抽，总有一个顶不住会说实话。そもそもてめえが裏切り者じゃねえ保証がどこにあんだよボケ。确实就是这么一回事儿，人人都有嫌疑。那么现在这种情况谁也洗不清，有没有狼人杀的感觉啦？孟子为了揪出这个狼人，想了个办法，在5张纸上写下数字，然后根据数字交税金，再通过真实的交税情况推测这个狼人是谁。第2局结束之后，孟子写的数字总和应该是21，然而真正上交的税金只有13。他们得出结论，狼人的数量最少有2个，并且这2个人在私下合作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怀疑对象。斗生田更是把矛头指向了孟子。孟子肯定不屑于这种手段的。第3局税金金额成了15，真是一回不如一回。越是未知的赌局，孟子就越兴奋。そんなもったいないことできません。一緒に破滅しましょう。マリウダさん。一个币都不交，气不气？要死大家就一起死，这招也是绝了。小慈好像是懂了些什么，他也决定一个都不交。结果第4局全员上交，一共25枚硬币。其实啊，这就是个局，目的就是逼迫狼人交税金。终于到了第5局，流放狼人。裏切り者の名は骨ばみミラスラーバ並びにスメラギー付きお前だ。没错，这局的小狼人就是他们俩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，黄音乐是第一个进入房间的，他在房间里留下小纸条，内容是要一起合作。米拉是第2个进入房间的，他看见纸条，选择和黄音乐合作。但是这里要敲黑板了，同学们，米拉只是单纯的想赢，黄音乐可不是，他只是想激发斗生田的斗志，顺便拉一个人下水，就算是牺牲了自己，也要为斗生田铲除一个障碍，这不就是传说中的爱情吗？投完票后，被流放的人是米拉，他薅着黄音乐的脖子，直接就怼到了墙上。米拉属于骨残族，基本上就是头脑简单，四肢发达。原本以为他是要大出手，没想到他就是个吃瓜群众。瞅瞅斗丰田这架势，懂的人都懂。黄音乐成了第1，但是还有反转啊！赌局开始前，黄音乐和定乐奶私下赌了一局，赌的内容是斗生田能否达到40枚硬币，赌注为150票，能达到的话定乐奶赢，达不到的话黄音乐赢。结果他达到了，所以黄音乐非但没有赢，反而倒贴了50票。为什么黄音乐赌他达不到40呢？如果他真的达不到，黄音乐会得到150枚选票；如果他达到了的话，就证明他没有放弃，这也是黄音乐想看到的。局里局外，他总有一个会赢。另一边，五十岚坐不住了，他看着孟子一步步威胁到了绮罗莉，他向孟子发起挑战。赌局的场地在翡之塔，玩法很简单，从第5层开始游戏，率先到第1层取走百合花，再回到第5层的人就会获胜。每5分钟可以选择一扇门打开，但是门开启的条件是要正确的回答问题，2个人交替进行回答，每个人5分钟，由孟子先开始，然后是五十岚，这样循环进行。墙上的门连接着外面，地板上的门是一个通向下一层的梯子，塔中央的梯子不同，并不能直接下到第1层，最后输掉的人要从塔顶跳下去。这场以生命为赌注的赌局以孟子的获胜而告终。五十岚即将跳楼，他回忆着和会长的点点滴滴，跳之前还表了个白。当他一跃而下时，会长冲了出来，抱住他，2个人一起下坠。好在百合花的底下是气垫。等等，百合花？莫不是在暗示什么？这气氛是越发的剧里剧气，绮罗莉这个女人真的是撩得要命。这季呢又到了尾声，一封邀请函把大家聚集到了一起，召集他们的人就是零。他说这是一场拍卖会，每局的竞品都是100枚选票，人人都可以参加竞价，但是出多少价钱只有自己知道。竞拍成功可以得到选票，失败就要交出竞选票数。其实提供选票的就是零，他自己也参加了竞拍。这么多选票，他从哪里来的呢？早在很久之前他就开始预谋了。
这一下撩俩妹的操作，就问你服不服？很多同学心甘情愿的把选票输给了他，孟子直接拿出30个亿跟他对刚，这是要用超能力啊！他要买这局的100枚选票，就是为了和林赌一场。这拉风的动作，在场的各位都馋哭了。这还没完呢，还有这一段。これが私のレゾンデートルだ。真的是感觉经费在燃烧，不知道身为男主的梁太怎么看。灵异出生就是百参家的家畜，因为身份低微，以至于被人搭讪都要先怀疑自己是不是幻听了。孟子的姐姐是第一个送他礼物并且夸赞他的人，这份善意在他的心里生根发芽。后来姐姐在家族纷争中一病不起，灵也开始计划为姐姐复仇，于是就想通过选举站上百参家族的最高点。但是孟子听完之后还是想和他赌，竞拍依旧在继续，最后竞价到了101票，孟子也101竞拍几轮之后，竞价开始变为1，并且没有人再加价。孟子之所以一直出101，只是为了和隐藏在楼上的百参家族互通，意思就是一个人出价之后，其他人就不要再出价，1票换100票，这样几场下来，灵就会支撑不下去。选票虽然都输光了，但是孟子这还有30亿等着他赌上一切。灵不懂赌博能轻易的把人吞噬，为什么在孟子眼里却成了让人愉快的事？孟子说，赌上自己的一切，才能享受真正的快乐。他的世界只有赌博。灵也渐渐明白，孟子的姐姐也并非被赌博吞噬的可怜人，她只是单纯的赌上自己的一切，然后两个人就这样疯了。灵答应和孟子赌一场，孟子更是押上了家族姓氏。来了，这季的压轴赌局居然是抛硬币，真的是简单直接，没有悬念，孟子赢了。学生会的选举还在继续，绮罗莉给了灵一个机会，让他随便选一个姓氏，从此脱离家畜身份，摆脱枷锁束缚之后，他换回了女装。但是他究竟姓了啥呢？只能期待第3季啦。今天的故事到这里也结束啦。狂赌之渊的第2季在赌局方面确实没有第1季精彩，也可能是因为第1季太过惊艳，导致大家对第2季的期待值过高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男主还是当初那个样子，一点都没变。这番的走向呢，也是越来越偏百合了。我看完之后感触最深的地方，就是灵对孟子姐姐的理解。あの人もただ食われた哀れな被害者ではなかった。ただ純粋に己の全てをかけたのだ。他可怜吗？他并不可怜，自己心甘情愿赌上了一切，最后输了，能去怪谁呢？就好比现实生活中那些亡命赌徒，他们抛家弃子就是为了赌，输了还要继续，坚信下一局会翻盘，最后落了个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的下场，然后把所有的过错都归结到运气不好。这群人真的是不值得可怜，没有做好失去一切的觉悟，就不要触碰这个东西了，害人害己，得不偿失。我也相信我的观众老爷们会珍爱生命，远离赌博。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，还不赶紧关注一下我这个挖坑必填的 UP 主吗？你们的支持就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。有什么想看的番或者想看的类型，可以在评论区和弹幕区留言哟。那么故事到这里就结束啦，喜欢的观众老爷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关注、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小叮当，随时收获更多精彩故事。比心。